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这节呢要带您从国际局势来看看现在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加入我们这节来宾包括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寒冰哥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前驻纽大使谢文吉谢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午安。佳琪好，大家好。好，那么当然了，昨天的国际大事大家都锁定在了委内瑞拉上面。美军闪电突袭委内瑞拉，马杜罗现在被逮捕了。那么呢，现在美军出动了160架军机，筹备了数个月，闪电袭击委内瑞拉。那么呢，这个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就讲到了，这场拘捕行动历经了数个月的规划，动员超过150架的各型军机，同时发动了强大的电子战攻势，在5个小时内成功突破委内瑞拉的国防系统，那么因此才有这场行动。那么现在委内瑞拉至少10个地方目标遭袭击，居民就说了，这个天空就像被炸成跟红色的一样，因为呢，在首都加拉加斯凌晨传出了巨响，当地至少发生了7次的爆炸事件，可以听到低空飞行的飞机声。委内瑞拉至少有10个地方目标被袭击，包括了委内瑞拉的议会大楼。那么美国现在拘捕委内瑞拉总统的行动幕后也曝光了，包括了模拟他的住所、CIA 线人跟地面突袭。美国的精锐部队包括了陆军的三角洲部队，事先建立了马杜罗住所的这个精确模型，练习怎么样再进入这个高戒备的据点。CIA 呢，在马杜罗身边还安插了线人，负责监视他的行动，并在行动展开的过程当中随时掌握他确切的位置。那么呢，其实马杜罗跟妻子当时在干嘛？他们正在睡觉，所以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呢被美军从卧室拖出来，当场逮捕。那现在押解的画面也曝光了，川普呢就先抛出照片，说马杜罗戴眼罩、手铐等硫磺岛号。那么呢，川普在真相社群抛出的照片，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是，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已经呢被逮捕了，眼睛还被蒙上了。那么白宫甚至随后就公布了他押解上铐的影片。那么有人就说了，就像犯人过街。那你可以看到呢，他走过长廊，马杜罗呢还讲了一句 Good night， 甚至还讲了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哇，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抓了呢？好，那么美军押解马杜罗抵达纽约，下周受审，最终会怎么样？终身监禁。那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当然是嗨翻了，全程观看逮捕马杜罗的行动，赞爆美军说比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他呢，甚至用 TV 秀，就是电视秀来形容这一切。他说他全程监看，他就坐在这里，就像在看电视节目一样，他是真实发生的，比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他现在很自豪把他抓起来了。那么呢，他强调他已经取代了门罗主义。他说，在我的政府取代门罗主义的原则，在我的这个政府领导下，美国正以非常强力的方式再次确认美国的权利，甚至把门罗主义改成唐罗主义，也就是呢，川普暗示他是由他而起的。我们带你一起来听听看。Monroe Doctrine is a big deal, but we've superseded it by a lot, by a real lot. They now call it the Donroe Document. I don't know. It's Monroe Doctrine. We sort of forgot about it. It was very important, but we forgot about it. We don't forget about it anymore. Under our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ill never be questioned again. 好，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川普这样讲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川普也宣布了，美国要暂管委内瑞拉了，要派石油公司进驻，不排除还要做地面行动哦。媒体问美军要占领委内瑞拉多久？好，他就没有回应，他只把话题转向重建石油资产，而且透露美国计划把委内瑞拉的石油大量出售给中国跟其他国家。过去委内瑞拉呢偷走他们的石油，未来将由美国石油公司出资重建当地的基础设施，让美国赚大钱，甚至下令对委内瑞拉实施石油禁运跟海域的封锁。而现在美国从世界警察难道已经变成世界恶霸了吗？我们带你来看到川普点名2个美洲国家，警告哥伦比亚总统最好小心一点，包括谁？裴卓，还有呢这个古巴的总统卡内尔。那么川普说，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已经宣誓就任总统，而且还说愿意跟美国合作，
马上被啪打脸，因为这副总统就出现说，委内瑞拉只有一个总统，他的名字叫做马杜洛，委内瑞拉永远不会成为殖民地。那么现在呢，川普就说了，那我们要研判是不是要挺这个和平奖的得主马查多来接替领导了。那么现在巴西总统就跳出来谴责美国人怎么轰炸委内瑞拉，抓走他们的总统，还说他们开创危险的先例。阿根廷总统倒是非常挺川普，就说了，他说公开支持他的拘捕行动，还喊出自由万岁。专家就解读了美国攻击委内瑞拉战略动作收缩，要先确立他的西半球霸权，因为川普想要杀一儆百，推翻了马杜罗政府。美国曾经也想在智利等多个拉美国家扶持一些亲美政权。目前美国的战略动作来看，其在欧洲已经收缩了，在中东问题也抽身了，所以都反映出美国呢将希望集中在这个西半球的霸权跟秩序，也因此川普一定要拿击委内瑞拉来立威。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彬哥，那个介大使，我们先来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委内瑞拉昨天这样子的行动？我想这个行动是完全违反国际法，因为联合国的宪章啊，还有这个现有的国际法是禁止用战争的方式啊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要用战争或武力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一定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或者说是你就某种情况下你是行使国家自卫权，你是可以动用武力的，要不然是完全不许可的。那事实上的话，这个委内瑞拉要对比当时的这个伊拉克海珊的话，那是完全不太成比例的。因为美国911之后啊，他的国家是被攻击的，所以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采取对于海珊啊，他说他有大规模的这个什么杀伤性武器啊什么。那在那个情况之下，美国本身先付出了巨大代价。可是现在这个委内瑞拉从来没有对美国进行任何的攻击啊，而且他的这些被美国所指称的这些罪名啊、贩毒啊什么，并不足以让你可以派军队去，可以到他的国家去，把他的国家的元首就这样子啊逮捕。那这个是赤裸裸的怎么样？就是国家的恐怖行为、国家的暴力行为，这是100%违反既有国际法的。那这是纯法律的角度。那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发觉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完全不把在川普的领导下，完全不把国际法当作可以拘束美国的一个有效的法律了。那他在处理他所谓的国际争端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拳头，完全用他这个完全超越凌驾的这种拳头去修理别人。当然纯就军事手段来看的话，也就变成你看看现在这种军事行动已经到了这种所谓的外科手术式的行动还有就是说直接用这种精准打击的方式美国运用的真的是炉火纯青。所以这次虽然委内瑞拉也是一个大国，它不是一个小国，可是它在很短时间，他们的国家元首就被抓走了那我想这个对国际关系在21世纪关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拐点，也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对于实力不如他的国家很可能随时会出手，而且川普在一直讲所谓的这个新门罗主义那主要是讲西半球国家，也就是讲的就是整个北美洲大陆的国家，从北到南。那现在还有几个国家是他有兴趣的那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格陵兰。我不晓得这2个国家现在是作何感想，发觉美国完全把这个国际规则丢掉了。那不过川普讲说他现在已经要接管委内瑞拉了，然后呢要到什么时间了，他认为适当，然后呢怎么样时间，他要进行什么transition， 也就是说他要把权力做一个什么过渡，要做一个转换。可是问题现在委内瑞拉已经把总统、副总统立刻在同一日由委内瑞拉的宪法法院做出裁决，命令委内瑞拉的执行副总理罗德里格斯以代总统身份行使总统职权了。那所以就变成美国现在川普讲的话是不是空话？他现在是不是把委内瑞拉已经完全置于美国的掌控之下呢？
好像也不是。那你如何的去让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政权转换？这个是一个留下来的一个问题。第二个美国要把它的石油公司送进到委内瑞拉，接管委内瑞拉现在的石油资源。你现在并没有控制委内瑞拉，美国的军队打完以后就走了。它不像美国军队进入这个阿富汗的时候是大军几万人进去，你现在委内瑞拉你没进去啊？难道你还有后续的吗？你是不是美军要直接开到这个委内瑞拉里面？你现在只是打到总统府，把总统带走了，然后你的军队那几百个军队特种兵也走了。那所以后面的川普讲的话，我认为就变成就是大家很悬疑，你怎么去达成？你怎么样把你美国所中意的总统在委内瑞拉把他怎么树立起来？那他说是 proper and judicial， 他说就是适当，还有 judicial 就是合法的程序来进行这个总统的换人。那美国有什么权利去决定另外一个国家总统的这个继任是合法的呢？是所谓的是合法的程序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后续还有很多戏要看川普怎么演。好，那我们来请教将军，针对这个军事的部分，说出动了超过160架的军机来参与这些行动，将军你怎么看？对，他前一阵子的时候，这个美国的飞机，不管是 F-22、F-35，还有 F/A-18的超级大黄蜂都在委内瑞拉的海岸线外面这边做巡航巡弋，这个在极限施压，一次过来，两次过来，委内瑞拉的这些防空部队，它也会慢慢麻痹，你只是过来这边做一个威力巡航而已。好像对委内瑞拉没有动手，其实美国很早就想，希望由内部推翻马杜罗，就是比如说去年2025年，他的诺贝尔和平得主那个马查朵，但是马查朵已经不在委内瑞拉国内了，所以影响力就会减少。那减少之后没有办法内应不够，那美国亲自动手，那就是斩首战，那外科手术室非常快速，你看晚上10点钟发动，4个小时全部把委内瑞拉搞定。所以我们可以看极限施压是有它的一个效果，让这些委内瑞拉的这些地面部队、防空部队慢慢好像习以为常。美国好像就是这样子做一个威力展示、军事威慑，结果没想到他真的动手了，让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些部队措手不及。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外科手术室你看他用的三角洲的部队、特战部队，换他一定要达成。就算是马杜罗躲到他那个地下指挥所铁堡里面的话，他有带一个高温的火焰喷枪，15分钟之后就把它烧穿铁门打开攻进去，所以他马上这个马杜罗躲不掉势在必得，高温喷枪都准备好了，特战部队结果马杜罗根本还来不及，因为睡觉嘛，还穿个睡袍，还来不及进入那个铁堡的时候就被抓到了，所以他动作是非常的快，可能经过反复的演练之后呢，整个的流程是非常的迅速的。你看他，然后攻下第一个，他说先做对情报监视侦查先破坏，先做我们讲印杀完毕之后，电磁质压软杀，整个的委内瑞拉所有的直管通讯全部当掉。这时候那个部队立刻进去，三角洲的部队立刻进去，一进去之后就立刻展开行动，所以这个马杜罗也只有束手就擒啊。那束手就擒的话，立刻送上2栖作战舰，然后往美国走，就这样就抓到美国去。所以现在这个委内瑞拉，他现在这个继任马杜罗政权的，不管是他的副总或其他的，一定要听美国话，不然第二次行动要来了。马杜罗都抓得到，那你下一次的再不配合，那也一样，也把他继续抓起来。所以我判断，不管谁来执政，谁来当权，来对委内瑞拉来掌权的话，都会听美国的这方面的这个指示了，配合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行动。没有的话，那下一个马杜罗就是他了。所以我的判断，那个委内瑞拉会做一个这个调整。那现在这个美军的部队在委内瑞拉海岸会不会撤掉？我认为不会，他也是保持一个警戒，对委内瑞拉继续施压。你看看你还有没有这些相应的这些动作，会不会是这个友善的？因为美国现在走的这200年前的门罗主义。就是美洲人管美洲的事情，其他不要去介入。那现在委内瑞拉能够不听话吗？结果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具有一个示范效应。为什么？委内瑞拉美国已经动手了，那其他的国家会看到会有寒蝉效应哦。那美国讲话要不要配合？
大家多多少少要配合一些，态度会软一些。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美国对他来讲的话，政治上的施压跟军事上的威慑就会稍微降低。所以大家一看到，先做一个这个有点杀鸡儆猴。所以擒贼先擒王也好，杀鸡儆猴也好，美国在中南美洲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政治上的收获。好，那我们要持续请教一下彬哥，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有其他的拉丁美加可能拉丁美洲的国家现在有点踹了一蛋？很正常啊，哥伦比亚啊、古巴啊这些国家大概都会很担心自己身边有没有卧底，会不会一下子美军又直接撬开你家大门走进来抓人？那这次在军事上来讲，美军确实展现得非常漂亮。那不管是他的对委内瑞拉防空系统的压制，还有更重要的，其实关键点是他在马杜罗身边都安排了线人，对，能够随时掌握他的行踪，甚至连他的居所内部的装饰都探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当你内部被人家渗透，你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那你束手就擒，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美国确实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这个突袭，这个外科手术室攻击斩首行动的一个示范。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是接下来美国的国际信誉也就丧失了。因为这个是刚刚大使已经讲过，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而且川普显然不在乎国际间什么观感，反正我美国要就是要，甚至他堂而皇之说委内瑞拉偷了我们的石油。所以委内瑞拉什么时候偷你的石油？明明是你现在就跟个强盗一样进去要偷人家的石油，对。但是这个世界上，川普就是在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公理正义，反正就是拳头大的说了算。我美国现在就是强，我能够这样做，你拿我怎么办？他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啊，非常明确，就是一种强盗心态。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了之后，美国还能叫世界警察吗？这不是很讽刺的一件事吗？那可是问题来了，美国不管怎么样，他示范给你看了，确实强国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今天看到有人写文章在担心呢，这会不会给北京一个示范作用？像刚将军讲的，他高强度在委内瑞拉门口施压了好几个月。对，中国大陆也可以这样干啊，他就不断的在你周边军演啊，然后军演到你整个麻木了。但是与此同时，他在你内部可能布下引线，然后他把你的防空的这些所有的弱点全部都探听清楚了，那甚至把你的领导人的居所啊、可能的行动全部都掌握，然后到最后就突然之间来这样一个袭击。那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办法对付他？我们有没有比委内瑞拉高明的地方，能够闪过这样的攻击？我觉得这是要去仔细思考，因为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查出了5个共谍，全部都在民进党内部，在总统府高层，在国安会，全部都有共谍。那表示我们也被渗透得非常厉害。那如果我们被渗透得非常厉害的话，会不会我们的领导者行踪也被对方掌握？那如果北京想要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有样学样，跟美国一样来一次这样的突袭？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必须要去仔细思考，我们能够躲开这样的攻击吗？那当然，美国现在就是巩固他在西半球一个地位。那他确实，我看以后整个拉美对美国大概都是除了俯首称臣之外，大概也没什么好的下场。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对全世界都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以后强国甚至都可以予取予求。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持续带您来关注这委内瑞拉的总统遭到美军来逮捕，那么现在中俄就谴责了。那么呢，你可以看到中国震惊说停止侵犯别国的主权。中国外交部说，中方对美方悍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而且对总统动手深表震惊，予以强烈谴责。美方这种霸权的行径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威胁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是坚决反对。联合国的秘书长也说了，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构成了危险先例，国际法
没有获得尊重。他强调，这个事态已经发展成一个危险的先例了。那么，对于国际法的规则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深表关切。而现在在美国呢，也是有很多人在为委内瑞拉发声。我们带你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很多地方呢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抗议川普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以及逮捕他们的总统。那么，人民聚集在了白宫外，手持写有"不要对委内瑞拉开战，不要为了石油流血"跟美国停止干涉拉丁美洲的标语，更有人挥舞着委内瑞拉的国旗。那么现在川普这样子的行动没有通报国会惹议，参院打算表决来制衡。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引发民主党抨击，没有取得国会授权你就动武，也没有依照规定事先知会。民主党的参议员预计在下周表决法案，意在阻止川普再次没有经过国会批准，进一步对于委内瑞拉发动的军事行动。但是现在批川普空袭委内瑞拉不可接受，日本前首相罕见发声，高市早苗，你现在身为首相，应该要制止川普，这个人就是鸠山由纪夫。但是呢，高市早苗3月就要见川普了，有人就说他怎么敢对川普提意见呢？高市早苗涉台言论让中日关系紧张，日媒调查，现在日本企业很担心，尤其是最担心驻华人员跟家属的人身安全。现在俄罗斯也公布了20名日本战犯的名单，将继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你可以看到一份包括20名日本战犯的名单，俄方将持续的揭露并公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行，这是由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所讲的。而北韩现在有动作了，试射朝日本海发射不明弹道飞弹。好，那再带你来看到的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今天跑去访问中国，那么呢，中韩将签多领域的备忘录。李在明率团访华的期间呢，中韩将签署包括了像是经济啦、产业、气候、交通等领域的10多份 MOU， 也将出席经济交流活动。而甚至呢，在明天会出席中韩商务论坛，还要跟多名中国高层官员见面。那么他现在到了中国去，当然就要喊话说尊重一个中国，更狂赞领导人习近平，希望每年都可以见面。他甚至呢还说，回顾去年11月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觉得习近平是一个可靠的邻居，感觉能够并肩合作，互相帮助，是一位卓越而且视野宽广、幽默的领导人。而现在呢，北京似乎也打算来定调了，南韩是所谓的战略伙伴。北京在这一次的习理会定调，中国与南韩是战略伙伴，削弱了美韩日同盟或者是印太民主国家形成的民主同盟。我们先来问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中国谴责委内瑞拉的总统被美军这样抓走的行为？因为中国大陆是站在国际法的角度上，还有联合国宪章的角度上，来维持他对任何国际事件重大国际事件的立场。那我们一开始也包括全世界没有人认为美国这个作为是可以国际法上是可以接受的。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这个简直就是完全的用丛林法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人类的文明就干脆恢复3000年前了。我想2次大战给我们人类社会造成最惨痛的教训以后联合国的公约，它的章程已经写了非战公约。什么叫非战公约？就是禁止任何的战争。因为战争在过去的话，它造成的伤亡人数一下不是说40-50万70-80万像日本的战国时代，你看他打了那么多年他一场战争伤亡2万1万可是2次大战1次大战2次大战，欧洲都死了数千万人亚洲也是数千万人，所以战争太可怕了。对，所以就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就把战争说非法，唯一要动武力是要联合国授权。那现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授权的话，一定授权大家去征讨美国因为美国在践踏联合国宪章，践踏20世纪尤其二战结束以后人类所公认的这种国际法体系。所以中国大陆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进行这个严厉的谴责进行严厉的谴责。那事实上，中国大陆不说中国大陆，我们就想这个中南美洲国家怎么样？强烈的反应的国家，大国通通强烈反应，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
总统都出来强烈谴责，因为他们是唇亡齿寒啊。如果他们的邻居变成一条怪兽，随时想打人就打人，他们自己也都有危险了，他们都出来强烈的谴责。那本来不是说美国跟千里达讲说，哎，我已经跟千里达签了约，我的美军可以使用千里达的基地。结果这件事发生以后，千里达、托贝哥这些邻近的国家都出来，总统出来，我们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也没有用我们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单方面自己做的，都撇清关系。那欧盟，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外交事务的发言人啊，也等于说他的是高级代表，他出来讲话，其他欧盟其他人都没有出来，像范德雷恩啊，就躲起来了，他不晓得怎么讲。他是说没有错，他是说事实上欧盟对于委内瑞拉的总统的地位本来就是质疑的。那可是呢，这件事欧盟是希望各方都要克制。各方就委内瑞拉你也不要，美国要克制，还有呢，特别强调希望国际法被遵守。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就是不能动用武力啊，而且更是不可能把你的军队跑到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把人家合法选出来的总统，把人家做回去带回去起诉。这个从我们稍微懂一点国际法来讲的话，简直是开国际法的玩笑。那这个世界变成无法无天无政府状态。那么过去人类社会做了那么多努力，学者专家各方面政治人物打造出来的国际秩序，现在被美国川普总统一脚踢到什么？踢到垃圾坑去。而且美国又是全世界军力最强的国家，你不是大家都人人自危吗？所以美国现在也有反战。那美国一直有很多人都很怕川普走向这个极端的路线。那你要知道，一开始你有提到就是说，美国的参议院现在准备要开会，对，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有一位叫 Rubin， 他这件事一发生以后，他就出来公然谴责。他说这场战争是非法的。他说我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我们当然是美国啦，因为他是美国联邦。他说我们在1年的时间里从世界警察变成了世界恶霸。他说令人尴尬。这是一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所以我觉得美国内部的政治还会很快的怎么样？很快的会有一些变化。我今天也看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讲说，这件事的成败还很难讲。对，因为国际社会的反应，委内瑞拉美国是真的搞得定吗？这还是未知数。所以对川普来讲的，他命运未卜，他现在要开香槟要庆祝要搞这个什么这个唐罗主义，门罗变成唐罗我觉得他有一点庆祝的太早了。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将军，你又是怎么看现在国际对于美国的谴责呢？那我们来看，就是我们从朝鲜半岛来看李在明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他是我认为会向中国大陆调整。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有3个因素。第一个，地缘战略的因素，因为中国大陆跟韩国就隔了一个黄海，然后又有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南韩又跟北韩之间呢，在军事上是有紧张，是有对立。那现在又隔那么近，地缘战略会受影响，那就是那个跟中国大陆之间要做局部的调整。你这样的话，对朝鲜半岛的稳定度，中国大陆不管在6方会谈或者是其他的这上面的这个区域互动，中国大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第二个来看的话，经济因素，因为韩国向中国大陆，像去年的话，它是1800亿美元卖到中国大陆。然后向中国大陆买了1400多亿，换句话说，韩国是享有贸易顺差300多亿，大概是350多亿。那种贸易顺差有钱赚干嘛不来？这除了这贸易顺差之外，还不要忘了中国大陆观光客到韩国去，因为近啊。那如果是中国大陆不去日本，他到哪边做补偿？当然到东南亚，但是有一部分也是到韩国，到韩国比较坐收渔翁之利。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在经济因素来考量的话，韩国不得不做调整，为了要赚钱要做生意，要搞经济所以是第二个，我认为是一个经济因素。第三个历史因素，我们看韩国周边不太也是一样，蛮孤单的，战略孤单。为什么？
他跟北韩的朋友战略盟友是俄国，因为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北韩挺这个俄罗斯。那敌人的朋友那也是敌人啊，所以跟俄罗斯关系搞不好。那跟日本统治殖民韩国35年，那个日本跟韩国之间还有那个独岛的主权争端，所以韩国跟日本也搞不来。那这样的话，你都搞不来，那就谁搞得来？可能就往中国大陆来调整，因为你在整个地缘战略感你是孤单的，那你孤单你不得不做调整啊，往他们调整最好。你不可能向日本调整，也不可能向俄罗斯调整，更不可能向北韩调整。他们两个有时候没事，有时候延坪岛事件、白领岛事件都有这些炮击事件啊，那就向中国大陆调整。有经济上的，有地缘战略上的，有这个观光客的，他会做调整。那我们这一次看啊，回头来看到美国对这个委内瑞拉来看啊，今天中国大陆对委内瑞拉是使不上劲儿，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我们讲了，广东好了，最南边的是广东，距离委内瑞拉的加拉斯加，委内瑞拉首都是加拉斯加，2万公里，远水救不了近火，能够发挥鞭长莫及啊。俄罗斯一样距离委内瑞拉远，所以这个美国有地利之便，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距离这个委内瑞拉2000多公里，一下就到了2000啊，中国大陆是2万啊，你说谁近嘛？所以美国用兵。航母也好，战机也好，轰炸机也好，美国还出动了 B-52轰炸机做战略巡航呢，马上可以委内瑞拉施压。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中国大陆因为鞭长莫及，也只能在联合国讲话。我判断美国在对委内瑞拉动手的同时，有通知到中国大陆，但是已经动了，根本来不及反应。同时，因为都是同时，我通知你啊，在同时动手，因为晚上10点钟动手嘛，那晚上10点钟告诉你，提前2分钟告诉你，也是提前啊。就这样子，那几乎就是同时，所以中国大陆也没办法应变，俄罗斯也没办法，因为俄罗斯被乌克兰战争拖住了，在这方面俄罗斯会分身乏术，所以影响力也是四维的。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彬哥，你又是怎么看呢？对，现在很多人在谴责，美国内部也有示威抗议。那这个就算有基部还要高市早苗去阻止川普，我觉得这个家伙也蛮爱开玩笑的。高市早苗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他现在还要依靠川普去对抗习近平，怎么可能去阻止川普做这件事？但是这件事的后续效应是存在，因为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事情，所以等到川普卸任之后，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是问题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吗？然后委内瑞拉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因为委内瑞拉内部反抗川普的势力还在。那他们就会乖乖听话吗？还是美军难道要再次出兵吗？这些恐怕都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坏的影响就是，当美国变成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国家，就是他高兴干嘛就干嘛的一个国家的时候，那所有不管是他的敌人还是盟友，恐怕对美国所有的动作都会采取一种非常怀疑的态度。你到底存着什么心？你到底想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坏影响是会影响蛮长远的，所以就看未来世界各国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接近疯狂的川普。那导致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走，对他在中南美洲发展势力是一个重挫，这是没有错。可是我想中国大陆也会不断的继续他在中南美洲发展的脚步，因为他还是有很坚强的基建实力啊、晶圆啊，还是能够在中南美洲持续发挥影响力。但对他来讲，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朋友比美国多，因为川普现在正在全世界各地帮自己树立敌人，而且他也蛮不在乎。那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当然要反其道而行，尽量去帮自己多找一些朋友来。那对他来讲，当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他就越来越有力量去跟美国做一个抗争。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当然如果能够把南韩拉到自己这边来，这个绝对是一件好事。可是李在明会这样做吗？李在明在还没有上任之前，大家都认为他是亲中的，可是他真的有这么亲中吗？我也不认为。其实你看李在明的动作就知道，他其实是试图在中美之间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状态，而不是过度倾向于哪一方。所以虽然因为中国大陆，他跟中国大陆之间有地缘关系，而且北韩的事情他也需要中国大陆帮他出力，所以他会跟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可是我也不认为他会真的就成为中国大陆的战略伙伴，因为他真正背后在控制韩国的还是美国，美军就直接驻扎在韩国，
所以我个人认为李在明自己很清楚这个态势是这样，所以他也不至于会走得太远。好，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带您继续讨论国际局势。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文化国际所教授邱毅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浅秋姐好，大家好，我是何谦。前张检舰退役上校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几个最新的消息，当然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消息呢，昨天下午从我们在节目上第一时间就掌握到，这个美军已经特种部队进到了这个特别的区域，这个区域连夜的以攻击它的首都之后呢，直接包括了10几处遭到袭击，首都直接被攻击到，伴随着飞机的声响，军事基地浓烟密布。这个委内瑞拉总统他不在总统府官邸等等这些地方，他是在军事基地。结果这军事基地直接是被三角洲部队闪击吗？那么画面上看到了这个被捕的总统呢，脸上是戴着眼罩，手上戴着手铐，那么睡梦中被逮捕。他们在根据美国方面所发布的消息是，当时呢以毒品、恐怖主义这个阴谋为由，直接进到了总统他熟睡的地方，毫无防备的夫妻呢，这对总统跟总统夫人呢，就直接在睡梦中，本来一度还想冲进密室啦，来不及关门的情况之下，下一秒钟就被美军逮捕了。那么川普还特别讲哦，这种处在戒备森严的军事碉堡我们很不容易哦，但是他想要冲进安全密室就来不及了，我们就来不及抓他了。但遭到快速的突袭，没有办法把门关上。看起来川普非常的得意。CIA 潜伏了数月，打造模拟屋，表示这一连串的动作不是突然想到，当然是经过缜密的计划，动员了超过150架飞机、20个基地，那么包括了战机、各种轰炸机之外呢，去年8月就开始部署了逆中无人机，不间断的在委内瑞拉上空监视一举一动，同时还有一名线人负责监控马杜罗的动向，连宠物的情况都掌握。这句话就是说，连家里的动物啊，它的作息、健康状况都知道，更何况这个总统马杜罗。所以，当马杜罗夫妻被押解，我看到全球各国的媒体都在看这个画面，直接押解到了纽约的画面的时候，川普呢，他公开在讲，他很得意哦，美国将暂时的接管委内瑞拉，白宫也发布了他被押解的画面呢。他很不情愿地喊了一个晚安，新年快乐。马杜罗预计下周就会在纽约法院出庭受审，这个受审当然是非常的突然。为什么一个委内瑞拉总统要到美国的法院接受审理？他好歹是有司法的审理权在自己的国家呀。那川普说有就有，现在就是要把他抓进来，然后来审判他有毒品的问题。虽然各界的质疑声四起，但是川普一直到凌晨4点多还在接记者的电话，他非常的开心接受访问。他在访问的期间呢说，你几乎可以看到每一个细节都很精彩啦，我就坐在这里呀，像看电视节目一样，而且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比任何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他那个戏剧魂、娱乐魂再度上升，他非常的开心。这场斩首行动合法吗？美国国务卿直接公开的承认，并没有通报国会，不通过国会就直接进行做这样子侵入到其他国家的领域把人抓起来。民主党当然强烈不满，也认为是违法的。同时，川普到底要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他甚至在访问里面直接宣布说什么呢？美国企业会进驻当地干嘛？修复设施、开采石油，会有大型的石油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简单来讲，就是要帮美国赚钱，人家的油田我要了，插旗了，这样的味道。他在受访可以公开这样讲哦，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同时，他出兵委内瑞拉说要抓马杜罗回国受审，有学者很忧心，认为天哪，这种事
依据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里面就公布了他对于西美洲的这个重视的程度，但是这样的做法呢，简直就是门罗主义再现，把美洲视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都我的啦，你的就是我的啦，包括你的油田、你的总统、你的一切，所以他可以随意的轰炸这个当地的船只之后，现在进一步直接进到了内部这场轰炸，直接造成了至少他们国人有40几位的平民的伤亡。而现在呢，直接要把西半球的竞争者，各种军事设施通通掌握，这样才是川普最大的目的，不就是门罗主义吗？而军事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呢？大家的分析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打你哪里需要理由。从2025年12月开始，马杜罗跟川普证实双方通了电话。本来马杜罗还希望能够服个软，想办法找出一个这个解决的途径，但川普非常的硬，讨价还价的结果川普不满意，所以直接轰炸，直接抓。这个分析是这样讲的，直白一点，打你不需要理由。但中国大陆的反应是什么呢？因为在他马杜罗被美国抓走的前一天，他才刚接见了中国的特使邱小琪。在这个接见当中强调委内瑞拉跟中国是兄弟的情谊。网友也说，中方代表团应该也还在当地就目睹了美军直接夜袭的过程。因此，大陆的外交部直接 po 无人图这样子的画面呼吁美方要立刻释放马杜罗夫妇，停止颠覆委内瑞拉的政权，并且透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这个美国霸权已经违反了国际法，包括接任的副总统还有其他的国际部巴西等等，古巴啦，出来呼吁的都是说，你已经违反国际法了。但川普在乎国际法吗？其中俄罗斯也怒批，理由站不住脚，或者是改写拉美的政治版图，要重塑后院，成为中美冲突的风险点，跟古巴或者是附近的所谓的权力结构要改变也有关系。现在的副总统就任，他说直接宣布直接暂时的担任的代理总统，但川普显然不满意，他要直接接管，还有其他更直接的人选，他即将派任过去来委内瑞拉。委员，确实比好莱坞电影更加的精彩。上一次三角洲部队露脸，那是因为他们杀掉了、斩首了 IS 的首领巴格达迪。这一次呢，表现的比上一次还要来得更有效率。30分钟，连这个马杜罗带的太太要躲进安全屋都来不及，安全屋的门只关了一半，就被这个三角洲部队闯进去了。然后在睡眼惺忪中，夫妻2人就被抓走了。抓到哪里？抓到了纽约的缉毒局。而在过程里面，84位三角洲部队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受伤，7架直升机只有1架稍微撞伤了一点，但是事后也成功的撤回原基地。但是这30分钟为什么能够这么有效率？答案很简单，因为一开始川普就把大军列阵在加勒比海3个多月。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都在笑川普，说美军是个纸老虎，不敢打地面作战，不敢登陆。即使后来说有三角洲部队要来了，要执行斩首行动了，我们还是要笑川普。其实美军不是在做纸老虎，他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什么时机？等待美国的中情局确实精准的知道马杜罗夫妻在哪里。有了这个确切的情报，他们才能一举成情嘛。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是充分配合的，包含了在之前他对于委内瑞拉的首都进行饱和式攻击，让他整个防空系统、雷达系统，他的目标都只着重在这一个空袭的行动。但是这7架的载着三角洲部队的直升机呢，他就低空的躲过了雷达的监测就到了。好，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纳闷的，
马杜罗有没有想到有被斩首的一天？有啊，所以他找了很多人来保护啊，包含了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部队都来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发挥保护的功能？我讲过了，连要进安全屋的时间都掌握不了。为什么？就是马杜罗的为人太刻薄嘛，不得人心嘛，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好，那回来谈，川普很兴奋，但是啊，马上麻烦就来了。依照美国的战争权力法，很简单，总统三军统帅，但是战争的发动权不在总统啊，不在三军统帅啊，他是在国会啊。卢比欧就说了，这一个地面的斩首行动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你绕过了国会，又一项违法了，违反战争权力法，非常的清楚。好，再者，现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也准备紧急开会了，这不是所谓的战争罪吗？反人类罪吗？你没有经过任何侦讯哦，马杜罗被抓到了，纽约的企图局司法部长邦迪就拿出起诉书了，你不觉得好笑吗？人都还没到，都还没有侦查过，怎么起诉书就写好了呢？表面上说那是因为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是贩毒的中心，然后马杜罗是贩毒的头，很多的古柯碱，很多的芬太尼都是透过委内瑞拉转运的。其实真的是为这个理由吗？还是为了你想掠夺委内瑞拉的丰富的石油资源？因为当时查韦斯在任的时候，他就把很多的美国的石油公司都赶跑啦，然后把石油公司国有化，国有化得到的收益，他才做了很多社会福利，所以才得人心嘛，所以才使查韦斯时候的委内瑞拉成为整个中南美洲反美的核心。美国的总统一直要报这个仇啊，现在川普做到了。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搞了一个瓜伊多，然后搞出了委内瑞拉的双总统，结果呢，后来瓜伊多政变失败，马杜罗还是坐稳总统的位置。是，现在川普第二次又来了，他这一次成功了，但是后遗症非常的大。县长，这何其讽刺！川普上任宣称自己是和平的维护者，他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而这一连串的攻击，先前在海上就已经不知道击沉多少一般的商船，他声称是贩毒船，然后现在直接连夜轰炸的结果，抓了人家的总统，还伤了很多的平民，那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总统吗？首先我要讲哦，川普永远有他自己的理由。当你去很多去这个指责他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第二个，我觉得这一次整个事件里面，以我来看哦，我觉得以下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要关注。我说台湾要关注的哪一点呢？他这次去的行动就是为了抓2个人，对不对？一对夫妇。事实上，2架直升机如果有所掩护的话，反而可能会很快。可是这次他出动了多少人，你知不知道？他出了150架的飞机，这150架的飞机包含 F-22、F-35、B-1 那个隐形轰炸机。他这一次所派出的这个部队哦，让我感觉到一个，就是他们行动之前他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成功。佛挡杀佛，神挡杀神，整个大军在那里，谁敢这个时候说调动军队一个飞机起来去追赶什么，他们一定把他就给他打掉。所以幸好啊，这个委内瑞拉他的军力非常之弱，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很快的就被制服了。如果委内瑞拉很强大，好比说跟台湾一样强大的军力的话，这是一个可能是血流成河哦，因为他一定要成功。我为什么会说这个东西，你知道？其实台湾也要去想想，有一天如果武统的时候，我一直有这么一句口诀，说武统，不然就不出手，出手就不停手，直到成功。所以那时候如果在
我们衡山指挥所在那看的人哦，就发觉啊哇，旁边好多部队摆在那，不是只有那个行动部队哦，他就在告诉你，你不要随便还手。这个东西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好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你说这个川普他哪在乎什么？国际法是100%的违反，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是叫做联合国的主权国家，你怎么可以派一个军队到他不管什么理由进入这个国家？这是一个侵略罪，这是联合国这个他们的那个宪章里面写的，你不可以去，除非联合国同意你、授权你。显然联合国没有同意，这是一个。第二个啊，他抓的这个人哦，是叫做元首，这个国家的元首，在联合国里面有规定，所有的元首有一个叫做豁免权，不管他犯任何的罪，别的国家不可以进入这个国家去抓他，只有2个状况例外，一个就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司法体系对这个总统起诉，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国际刑警那个东西说叫他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啊，说同意去抓，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说他这一次没有经过国会，对不对？因为他的认定这一次你看川普的说法，就是我的认定这个东西是执法，我在抓毒贩，我不是打仗，这是有灰色地带的。完毕之后，他只要回到国会去报告一下。如果这一次负责的整个的督导的执行的单位是国防部，这叫战争；但这一次的是缉毒组，是司法部。所以川普可以说，我不是在做一个战争，我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办案、抓嫌犯，所以他可以不要跟国会知会。所以川普要什么？他只是缉毒吗？只是要把毒贩抓起来吗？他直接受访的时候公开讲，我要油田，我直接接下来会接管委内瑞拉，接管油田。是这个用接管这个词，我想美国媒体昨天深夜在看川普的记者会都很震惊啊。那在川普上个月发布的美国2025年版的国家安全文件里面，他就写到一句话，他说大国因其规模、财富还有实力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国际关系当中永恒不变的真理。那川普是这么写的，如今他也这么做了。那另外一个呢，在同一份文件中，大家也看到美国把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大陆不分南北，当做自己的要绝对主宰的势力范畴，而不准任何其他的强权，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或伊朗也好，在这边有一个桥头堡。那这一次，他把长期从1999年以来啊，从这个查韦兹上台，就马鲁多的前的已故的委内瑞拉前总统上台以来，就不断的特别跟俄罗斯啊、跟古巴有非常强健的关系的这么一个桥头堡，他把它敲掉。他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觊觎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委内瑞拉是全球啊这个探明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大概有3000亿桶的这个石油的储量。但是呢，这从2007年啊，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兹他国有化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企业，把很多的外资石油企业的资产跟设备国有化之后呢，美国就跟他陷入长期的拉锯和制裁。那这也使得委内瑞拉长期以来民生非常艰困啊。大概他原本国家大概有2700-800万人，比台湾多一点，但是这几年已经有超过700万的国民因为不堪国内缺医少药、粮食短缺、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被迫离开伟国啊，到这个隔壁的哥伦比亚或其他的国家来避难。所以这一次，我想，川普动这个手啊，他没有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非常大的及时的反制。那我想，一方面是美军在当地压倒性的这个军事实力啊，包括他通过电子战的方式，还有通过瞬间的空袭大概瘫痪了伪军在那边的大概10几个空军基地，然后来进行对这个对马杜罗的虏获。那另外一点呢，我想这也可能也有人传出来，就是或许他是不是跟伪政权的其他的既有的一些，包括副总统、包括军头、包括强力部门的人有一些事先的暗盘。所以我们看到马杜罗被川普宣布已经被美军带走之后呢，这些人立刻上电视来安抚民心，没有躲起来哦，没有说害怕自己变成下一个目标，而是上电视说呼吁民众相信政府。那很快，这个卢比奥，也就是美国现在主管整个拉美事务的国务卿，他也跟继任的副总统这个罗格里德斯通了电话，然后希望这个后继的人选跟美政府做一个过渡时期的配合。那我想这就很微妙。那未来这个局，未来这几年应该是关键啊！到底这个委内瑞拉剩下政权，这个沙滩上的城堡能不能 hold 住，能不能撑下去？那我想就看他们这几天的决定跟美国的默契。的确，这个就是川普的一场大戏，有里应外合的戏嘛。
让川普直接这样攻击，就把这个整个局面都扭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世界的变化也不只是川普一个人，整个科技的变化让大家更难想象的各种的变化，恐怕会发生在中国大陆。其中，过去虚拟币本来是要去中介、去政府的，那么现在倒过来，由大陆发行的数位人民币2.0开始计息了，加入了所有国营的工商银行等等的6大国营银行哦，从数位现金时代迈入了数位存款货币的时代，成为全球第一个为央行数位货币计息的经济体。进一步，他说，大陆在全球央行的数位货币有一个领先的地位，接下来会改写之前讲美元独霸的立场之外，大陆也持续的在增持黄金，当然也就抛售美债喽。那么中国银行宣布的是，25年的12月的黄金储备数字跟外汇存底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那么外界也预期12月持续增高2305吨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但是就算美国要防堵在各种的 AI 晶片的这场大战里头，川普新的下令是，只要涉及中资的公司，尤其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呢，他又再度的阻止一家据称是由中资控制的这样的公司，叫做汉福光电啊，对美国企业的各种收购，它限制要求必须要立刻把它的所有的资产重新停止，不可以做这样子的收购，因为他们把大陆当成了最大的 AI 科技最大的对手。但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陆的工厂制定未来目标，未来所使用的自制率呢，各种的包括晶片这个元件的比例将要超过50%，包括光刻机，其中65mm的这个解析度的干式光刻机也准备在更广阔的普遍的运用。那百度 AI 的公司昆仑新香港秘密申请 IPO， 估值有30亿，跟寒武纪啦、摩尔克县城啊、木西啊等等的崛起，告诉大家说，大陆已经在晶片这一块不会再只被美国掐住脖子。当然，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推出的光学 AI 晶片呢，声称包括了 GPU 都可以提高100倍，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近，其实还有待真的观察，这也是美方最担心的地方。其中应用在生活上是跟美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很多的 AI 科技，不管运用在旅游啦、服务业啦，那么还有港口全部 AI 来进港啊等等，最新是在医疗上的使用。这个是阿里巴巴的 Panda 从 CT 的影像可以揪出胰脏癌啊，抢救无症状患者的性命。这种科技上、生活上的运用呢，变成一个主流哦。更酷的，这真的是很酷。看到这所谓的起源 Q1， 我一直在问这一次不知道多少钱，就是它可以陪伴机器人，是马斯克最想做的。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一下，中国做出来的这个智源机器人呢，大概像背包大小一样。那这样小小的机器人还可以教小朋友英文，那还有打功夫陪伴的场景，是全球首个被称为个人机器人。这个是一个科技一个很大的新的变化发生在中国大陆，甚至除了小孩子之外，还有老龄高龄的中国制造，90%的人都看好所谓的中国制造是指什么？人形机器人提供养老服务。那么资讯显示呢，这个人家看好了这个养老服务里头有家庭服务工业，你看我们有平均10年以上卧床的高龄的这个长者，接下来如果人形机器人可以运用在这里，当然会是一个很大的效率的提升，也可以减轻很多家属的压力之外，深圳也有一个探路养老机器人出现了，这个很神奇，它可以去帮忙居家照顾，帮忙折衣服。到养老院，小白一开始动作很慢很迟缓，连叠衣服都不整齐。结果现在非常利索啊，叫做调养院，在当地的养老院让我称赞阿姨都说不错哦，很厉害。所以当科技运用在国防上、科技上，大家竞争太空上，但其实大陆更多的运用在生活上，让外界蛮惊艳的哦。委员，先补一段我上一节讲的一句话哈。在93大阅兵的时候，金正恩有带着他最喜欢的女儿金主爱参加，而且特别把金主爱介绍给普京跟习近平，他的意义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李在明这一次的中国行太重要了，他提到他走的就是金大中、文在寅的和解路线。
他希望能够南北韩之间能够融洽，能够和平，而这个能够促成的最好的中间人就是中国大陆。好，那么接着呢，我要来讲给我的好兄弟蔡正元听了。我们刚才浅秋特别提到了，大陆在它的黄金储备大幅度的提高，减少美元资产，增加黄金储备，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俄乌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对俄罗斯做经济制裁、金融制裁，而俄罗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当时蔡正元就一直建议中国大陆要防着将来有一天它也发生战争，这时候美国一定会采取金融制裁，所以要减少美元资产的持有，要增加黄金储备的比例。现在很明显的，中国大陆已经在做了，这是我们蔡正元博士很重要的贡献。所以蔡正元博士应该今天晚上听了我这段话以后，应该有所安慰了。我最关心机器人，为什么？年纪大了，现在70岁了，不是年近古稀，年已古稀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听到养老照护，我就特别的在意。你知道现在的机器人最适合用在哪里吗？最适合用在家庭的服务跟养老照护的上面。你知道找个看护工不但贵，而且有时候对方可以聊天讲笑话。对，这个机器人还可以帮你洗澡。最主要是看护工帮你洗澡，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是机器人做，那就没有问题了。它可以陪着你，可以聊天，可以弹琴啊，也可以陪着你运动，走一走。还可以让你生活上有所的互动。好，那家里如果有个小孙子、小孙女，还可以干嘛？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学外语呀。你跟人学外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台湾人比较内向，所以会觉得不好意思，讲得不够标准。你跟机器人练，一起学外语的话，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还可以大家一起跳舞，家里老少一起跳舞，老少一起陪跑。老少一起散步，老少一起做运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预估到了今年的年中以后，应该100万台币左右就可以买到不错的机器人。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AI 机器人的运用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生活到让大家瞠目结舌。何谦，是这个，我想大陆的经济趋势发展啊，大家要去看一个文件，就是去年10月底，那中共中央它通过了一个关于15.5，就是大陆第15个5年计划规划的建议。那当然，它因为叫建议，就是因为它不是定案的版本，定案版本要到今年3月，大陆全国两会的人大的会议上才会去通过。但是呢，这几年啊，其实从俄乌战争2022年以来，大陆就一直把这个经济发展跟安全并重。他有一句话就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然后他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那当然，他现在把这个安全的定义扩得很大了，包括除了传统的政治安全啊、制度安全之外，现在包括产业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这个原物料的安全、货币安全，那全部都把它这个甚至生物安全都把它纳入到它这个不要被人家卡脖子啊，然后要这个自立自强这个的这个范畴当中。那所以呢，他现在把它的产业发展的重点分成3类啊，一类是要用超常规措施集举国之力取得突破性突破的，就像刚刚讲到的光刻机、半导体、高端仪器、基础软件，这些是被卡脖子卡得最狠的，这是一类要去突破的。第二类呢是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但是要扩大战果的，就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啊、低空科技，甚至还有要抢占所谓人工智慧的产业应用高点。它就要把人工智慧作为一个不只是单一的产业，而把它作为所有产业都能够运用的翅膀，然后就把它连接到比如说智能驾驶的电动车啊、自动化的生产线啊，包括我们讲到的 AI 诊疗啊，甚至养老大健康产业。那最后还有一个新兴冒出来的经济增长点，那这一类呢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
氢能、核聚变，还有未来的脑机接口跟仿生机器人，还有6G 通信。所以我想，大陆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啊，是属于官民合力，而由官方制定的方向，然后民间合力，大家一起来共创这个可能的产业荣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数位货币在大陆现在由央行来发行，影响会是什么？县长，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啊，就是我们过年嘛，我们说个新年新愿望，我就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听到，是不是能够比照大陆发这个叫做数位货币以及电子支付？你想想看，它有多少的好处啊？第一个，它可以防伪，你再也不会拿一个伪钞，你现在拿一个1000块，还看一看是不是伪钞，这第一个。第二个，效率，它24小时无休的。随时你这个上网都可以去这个付账或者这个收账，还有一个方便，不要找零啊！我现在每次口袋里面那个1块钱那个讨厌的要命，付的时候要付个什么23块，你说那个你要准备零钱。第4个卫生，这个现在有很多数位工具已经不用让你这样了啦。对，那个还有一发行个数位，你知道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卫生，我记不记得在疫情期间哦，有一些那个店的人他放一个碟子，你付钱他就叫你放碟子里，然后你钱放了之后，他啪喷一个那个消毒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我当时买东西就碰到这个，对吧？它这个消毒还有安全，因为你身上你家里都没现金了，那个抢匪抢你干嘛？把你手机抢走吗？